嗨，大家好。8月11日，在黄岩岛以东10.5海里，也就是大约19.4公里的海域，中国一艘海警船和一艘052D驱逐舰在追逐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灯塔级巡逻舰时，彼此高速相撞，致使中国海警3104号舰首严重受损。而052D桂林舰虽是轻伤，但还是能看到左舷有明显的凹陷和擦伤。这场事故可以说在中国海军史上都极为罕见。上一次可能还要追溯到20多年前的361潜艇海难了。那么如此罕见的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相关视频来给大家逐一分析一下。首先谈一下背景啊，黄岩岛自上次2012年中菲对峙之后，实控权已被中方拿下，而后经过多轮谈判，两国渔民可以在此处捕鱼，但菲方海警或海军的舰只则禁止进入黄岩岛12海里领海基线之内。不过这一次呢，菲方为了挑衅，还特意搞了个卡蒂瓦献给新时代渔业英雄的特别行动，要为35艘该海域的渔船提供补给。因此，菲方海岸警卫队派出了包括视频中出现的这艘苏兰号在内的共3艘船舰来展开行动。菲律宾巡逻舰的吨位基本都小得可怜，也就300来吨，但速度却很快，达到了25节，这样就与参与这次围堵的中国海警3104号南域舰完全一致了。但这里要注意啊，在两艘船舰的最大速度相同的情况下，灵活性往往是吨位越小越占优势。而中国海警的这艘3104舰是原056型导弹护卫舰宁德舰改装而来的，满载排水量达到了1400吨，几乎是菲律宾巡逻舰的45倍。而另一艘052D桂林舰就更不必说了，7500吨的排水量更是非巡逻舰的20多倍。但052D 按常理说，作为中国海军现役第一梯队的主力驱逐舰，是不应该去做围追堵截菲律宾巡逻艇这种层次的任务的。尽管你航速30节是够用，但毕竟不像海警那样配有水炮，便于拦阻和驱离。你又不能开一炮将其炸沉，因此就只能凭借巨大的舰体与对方小艇周旋了。这都不是杀鸡焉用宰牛刀的问题了，而是本来只是想给这只鸡剃剃毛，但你却搬出了青龙偃月刀，明显不趁手嘛。这也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第一个奇怪的地方。初步分析呢，可能是由于菲律宾这次一共派出了3艘运补船，还分兵3路，而我方准备不足，导致海警船力量分散，只能借助海军军舰来进行配合。不过军舰配合也不是不行啊，像056这种轻型护卫舰，甚至054A 就足够了。但像052D 这种大型驱逐舰，无论是64个垂发单元，还是130毫米舰炮，都是距低于1000里之外的重器，让他去跟菲律宾巡逻艇去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明显业务不对口，操作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娴熟。根据此次视频来看，事故发生地是在黄岩岛以东10.5海里，黄岩岛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西湖，而东南侧呢有一个豁口。一般菲律宾人的舰只都会趁中方不备，从这个豁口闯入西湖之内。此前中国还在黄岩岛这个豁口处拉起了一道浮动屏障，将西湖入口封锁。那么这一次呢，菲律宾巡逻艇持续向这个豁口逼近，我方两舰狙击的策略是海警3104舰在外圈，并且左舷向外围喷水，用于阻碍菲律宾巡逻艇向内逼近，而052D桂林舰则是在内圈形成第二道屏障。而从视频画面可见，海警3104舰在右，而052D桂林舰在左，因此基本判断视频中出现的3舰行驶的方向应该是由北向南或由东北向西南这样一个路线。那么两道防线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从视频中看，中国这2艘舰艇离得也太近了吧？不仅没有形成两道防线的层次感，还发生了在追逐过程中罕见的碰撞事故，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刚才提到的速度。这是《环球时报》公布的一段碰撞开始前两舰追逐的画面，应该是从行驶在内圈的052D驱逐舰上所拍摄的。我们可以看到，两舰追逐的过程中，距离始终都没有明显拉近的迹象。菲律宾的苏卢安号与中国海警3104舰最大航行速度均为25节，所以在后方追逐的3104舰尽管穷尽一切办法想要追击至与苏卢安号并排，进而可以用侧舷的水炮攻击并驱离，但无奈两者速度不相上下，始终未能如愿。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后面，本来在内圈第二道防线进行跟监的052D 桂林舰也行驶到了海警船一线，与3104一同开始夹击菲律宾巡逻艇了。如视频可见起初在后面追击的海警3104舰，舰首溅起的浪花非常之高，不仅挡住了舷号，甚至都越过了甲板之上，可见已经进入到全速航行的模式，但却始终无法接近前面的巡逻艇。而视频进行到这里，3104海警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向右倾斜的姿态，而前锋巡逻艇驶过的水痕则呈现弧形，证明菲方巡逻艇做了一个突然向右转弯的动作。而3104舰选择跟进，这样两舰一前一后就直接插向了052D 原本行驶的内侧线路。当然了，由于在碰撞前视频画面一直都没有带到052D 的画面，我们暂不清楚052D 是否有做过向左转弯拦截巡逻艇的动作，但即便没有，如此突然斜插过来，这在海上都是非常难以规避的。毕竟海面不同于路面行驶的汽车，遇到危险想要刹停谈何容易呢？于是我们就看到，在碰撞的前一刻，海警3104舰的舰首所溅起的浪花明显减小，舷号也都清晰可见了。显然海警船已意识到危险并尽可能减速，但依然没能避免碰撞。从相撞后3104舰的舰首被削去了约10米来看，碰撞时的相对速度还是非常之高的。除此之外，在碰撞之前，3104船的船头部分我们可以清晰看到2名海警船员在向碰撞的一侧添加防撞缓冲垫，但这种防撞垫在两船并行擦碰时是有效的，但直直的这么冲过去，相对速度又如此之高的情况下，这点防撞缓冲显然是无济于事的。而且从碰撞后3104船头的受损程度来看，这2名船员受到碰撞带来的冲击最大也最直接。从船头被削平的尺寸来看，这2人极难幸免，很有可能被撞后落入水中。有些人说落水的是2人，也有人说是3人，但至少从视频画面中很难有清晰的确认。不过我们从环球时报发布的内部视频来看呢，从这个镜头看去，3104舰的前方甲板上一共是有5名船员的，最前方是2人，刚才也看到了，在稍后一点还有3名船员在警戒，因此这5人受到碰撞带来的冲击应该最为剧烈。至于最终的伤亡数字是多少，我们还是以官方公布的数据为准吧。紧接着在2舰相撞后呢，尽管052D 桂林舰受伤较轻，从侧面看只是有些许的划痕和凹陷，但桂林舰并未就此停下来对已经破损的3104海警船进行救援，反而是对菲律宾巡逻艇继续进行追击。我们并不清楚海军对于此种海上事故的应急反应规章到底是怎么样的但个人认为明显救人更为重要吧。难道他下意识的会认为3104海警船受到如此剧烈撞击之后仍然可以独立自救吧？在又追了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中国海军的903型综合补给舰洪湖号才终于靠近到了受损严重的3104舰身边，开启了协助救援的行动。所以从整个事故的经过，再配合以上的分析来看，尽管052D 桂林舰没有视频中看上去的那么横冲直撞，刚才也分析了是飞船突然切线而导致的闪避不及，但追击经验的不足、配合的失误以及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展开救援，都是该舰应该承担的责任。当然了，以上都是本频道的一家之言，而按中国官方的惯例，看起来也不会对此事公布明确的调查结果。那么这艘052D 是否应该承担导致事故的责任？或许关注桂林舰舰长的后续动态，应该可以找到答案。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